我的成长痛永远都是人家批判我的身形而已，你不应该长这么胖。我不只唱新年歌吧的，我还唱流行歌，我唱流行歌是很好听。还是会有一些人他们会去酸你，但是我觉得也好啊，就至少你看到我，然后有机会给你酸我咯。当你觉得你自己最厉害的时候，你就是失败的开始。你讲过这个东西，你觉得很 low 很 cheap 的，我现在你又做，这样你算什么？谁？常会甜吗？我常常听很多人说，如果呢你这一辈子可以坚持做一件事情，不多，一件事情的话呢，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欢迎收听陈慧甜嘛，我是陈慧甜。那今天呢，我的嘉宾呢，哇，他比我年轻，但是我必须要叫他前辈。我们欢迎王雪晶。是吗？我每次觉得要发王和黄的时候会变成黄雪晶，但你是王雪晶，很开心嘞！你做 podcast 我上来耶，真的。你知道我叫你上来的时候，我马上脑袋有回想到我们第一次一起做节目，你记得是什么节目吗？应该是那种玩 game 的吧？对，翻滚够好玩。然后你和群师安妮还有群师也是有上来。啊哈哈哈！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天哪，我小时候的偶像跟我们一起玩游戏，跟我的那个原本对你们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原来你们这么好玩的。对呀，我还记得那时候群师一开场就跌倒。你记忆力很好耶。没有，那个印象太深刻，因为太好笑了。真的，你看，然后你跟 Rickman 也太好笑了，那时候我们才刚出道不久而已，也很好笑啊！你就跟 Rickman 就自然的那种化学冲击，然后就觉得哇很好笑你们。可是你看一眨眼，然后大家都成长了，你也嫁人了，哇，真的是时间不等人。然后我就要回到一首歌了，就这首歌很重要，就是你出道30年的主打歌，对，叫做有你一起 I got you， 所以大家可以到 YouTube 或者是各大这个平台去听这首歌，听起来看起来，然后这首歌第一句就是非常吸引我的注意力了，没有人想要长大，没有人想要长大，没有想过要长大，对，没有想过要长大。这句是你的心声吗？算是啊，其实在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很想要长大吧。还是有很多人想要长大，就觉得长大之后我就可以把权力握在手中，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完成很多事情，但小朋友就很难嘛。对，但在我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不想要这么快长大，是因为我一直在做这大人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工作啊、上课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内心的小孩其实有时候他会玩不够，可能小时候就是一直在工作，到现在还是这么的喜欢玩游戏啊，然后这么的幼稚啊，就会是这个原因了。所以那个时间点真的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你知道吗？你可以累积到30年，虽然听起来真的是有那种岁月的累积，但是这些都是保障。你比我年轻，但是你出道已经30年了，有时候我想想就觉得真的是很 amazing。因为在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呢，马来西亚的童星是很受瞩目的，不像现在好像在本地反而就是童星这件事情是比较没有这么的亮眼，或者是大家会让自己的小孩，我觉得那个 moment 过了，而且我发现现在的娱乐圈都很卷，就是我什么都要会。以前呢，我们只要有一点才艺，我们有天分，我们表演欲强，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让我们去发挥，然后观众朋友们也会比较正面的去支持你，觉得你好棒。但是现在不管你会唱会跳会 rap， 你的样子呢再漂亮，你再瘦，大家也觉得视觉疲劳了，因为实在是太多。对，而且就算你好像是已经完整了一些事情，他就说这样你不会那个吗？他就还是可能会 judge 会 question 之类的。对，就跟以前比较纯粹，所以我觉得我出道在最好的年代，因为90年代是马来西亚娱乐圈最旺盛的年代，然后我刚好赶在那个年代94年，对，就赶上那个年代，然后一直推我走到现在。唯有不好的就是别人是训练好准备好才上阵，而我是
边学边学做边做。其实8岁到10岁到10几岁之间，我觉得那个变化的过程其实算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嘛。其实那个时候的压力是怎么样的？那时候的你还记得吗？记得，那时候的压力就是不够时间睡觉，然后车程很满，就是我住在北马嘛，然后主要工作基地在吉隆坡，所以那个来回奔波的时间跟学校的课业，学校的课业我跟正常小孩没差，然后平时 weekday 我也是有去补习，然后 weekend 就是工作，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忙，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有杂念的一段岁月。你只要忙着学习，应付考试，然后应对就是工作上要你学的歌。那时候我们的产量很高，一年发3张专辑。一年发3张，等一下是怎样？就是普通的专辑2张，又或者是新年专辑一定有，新年专辑有时候2张，然后普通专辑1张。哇！然后我们的歌曲专辑里面的歌都是14首，以前真的可以14首可以，以前可以14首歌一张专辑，以10年前就只能做10首、5首、2首。对，我觉得精致就好。以前的人可以 satu album 听到完，就是他们都会朗朗上口。因为以前唱翻唱嘛，没有那么多创作，所以可以做这种事情，然后加上又受欢迎，所以你想想看，我每一年要做3张专辑，那个 routine 啊，就是读书、考试，放假就是要学唱歌，学好唱歌之后录音、拍摄、跑宣传，又回去考试、上课。就是以此类推。这样子你没有小学、中学，我们先讲小点，你没有小学生活，你有朋友吗？那个时候我有朋友，我有很好的班上的朋友。我印象深刻就是我是住在 SB， 我在 SB 念小学，就是可大洲是星期5、星期6。holiday 的嘛，所以每次星期日我都会遇到请假的状态。星期日的时候也会打电话给同学，就问他们说：“哎，我那个功课怎么样啊？”我的同学很好的，还会跟我收功课啊，收笔记对啊，笔记啊那些。他们我觉得这是一段很幸福的时间。那时候我也要谢谢没有 social media。对，因为没有 social media， 真的生活清闲很多，你可以抽离，除非你活在现在的年代，你没有开 social media 平台啦，除非是这样。但是现在可以没？不能啊！如果你做娱乐行业的话，是不太可能。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远离那手机，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件事。离不到啦，手机真的太好用了。而且虽然我们每天讲啦，哎呀，那个流量算什么啦？但是我们又最 care 是这样子，流量算什么？但以前真的就是可以很单纯，对，就是我专心做我唱歌的东西，然后我去表演，然后我就可能去上一些通告，就很 OK 了。那时候应该没有意识说，我跟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这件事情。到几岁的时候，你还记得到几岁的时候会让你开始有这个意识？中学时期，中学，因为其实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找不到话题，然后我在跟他们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在炫耀。对，因为10几岁的时候已经开始会有一些意识，你在 show off 什么，就会有这种感觉啦。OK， 虽然他们没有讲啦，但是我会觉得我的经历，我真是出国拍东西，我只是到处去工作，然后他们分享的都是一些家里的事情啊、学校的事情啊，不然就是朋友之间的小八卦之类的，对，然后男女之间的一些问题，这样我是没有的。对，我就是只是工作再工作，然后就是课业再课业，就这样子。对，而且你应该也没有什么时间去参与大家有一些可能课外的活动比较少，或者是他们自己私底下出来的聚会啊，所以也没有参与到大家之间的一些八卦或者消息吧，很少。所以就是话题 click 不来，在中学时候其实是我觉得对青少年来说是一个问题耶，会吗？会让你觉得有点困扰吗？那个时候上到 Form 3 Form 4的时候，那时候才有那种 perasaan， 才会默默的就开始静静不讲话。那个时期就安静了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调整期，你在成长嘛，然后很多东西都觉得你又不是小孩子了，然后你又还没有完全是大人，然后你要怎样嘞？我要怎样嘞？很多时候就在那边乱装这样子。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你自己的思想真的有比就是同年龄的人来的成熟一些？也没有我觉得我是幼稚鬼的。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幼稚鬼？我是幼稚鬼啊！我因为到现在38
28岁了，我还是觉得我还挺幼稚的。我跟本来以为就是你早出道，可能你会见到很多人啦。OK， 应该是讲说 M Girls 里面啦，最幼稚的应该就是我了。真的吗？因为我是团里面最小的，然后我很讲啊，就是被呵护、被保护长大的，有很多大人的事情，又或者是一些比较现实的东西，就是虽然我跟他们一起面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不懂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会缓很久，可能那件事情已经过了2个礼拜，我才突然间呀，就是你控制不到的不懂，应该是说很蠢吧。不会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保有一定的天真和纯真。然后我们看好像其他那种演戏的小朋友，他太早出道，大家就那种大人就开始帮他担心，有没有觉得哎呦这样小的呀，以后会不会就是失去童真什么的？不一定的，不一定，有时候看那个小朋友自己他本身的个性，对他的个性，好像我身边认识到一个，她叫 Joey 亮，她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的女孩。我在她旁边算是蛮幼稚的。哎，这个真的，因为一体两面，但有时候又会很气自己啊，对对对，为什么我没有像他们这样子，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呢？但是一方面又觉得，哎，不用紧啊，不用面对这样子，好像也蛮快乐。对，但我也想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如果这个东西不会的话，不要生气自己，然后放慢自己的脚步，自己慢慢去学习。你发现到你会有很多跟他们不一样的角度去成长。这样，这个差不多就是10几岁的那个时候。对那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身心灵的所谓的成长痛？我的成长痛永远都是人家批判我的身形而已，就是长不高啊，然后你这个高度你 suppose 应该要多少 kg 啊？刻板印象中你应该要这么瘦，你不应该长这么胖。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你知道很烦的，因为是家喻户晓的一位艺人嘛。你小时候大家看着你长大，你那种安哥安弟啊，就那种看着你的音乐录影带讲得出来啊，长大就跟你一起长大，当然他们会觉得你就像身边的家人或朋友。对，哎，你对你自己的家人朋友有时候你就会有点刻薄啊，或者是很多问题就讲，哎，你这么啊，你最近啊，哎，你不可以这样子咩？啊，你为什么不要这样子？就会有很多意见。对，你吃到很肥了，你知道吗？就这种，是不是会遇到很多人，甚至是直接就在当面会这样子跟你讲，让你有这个经历？没有直接当面跟我讲，他们还挺好的，没有直接当面跟我讲，但是就是经纪公司啊，他们因为女团嘛，我在青春少女期我都在女团里面，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我的那3个团友他们是永远吃不胖的。吃不胖了，他们吃胖一点点啊，到一定的时候就自动生病，然后瘦掉的。还会自动生病？对哦，我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我。哎，我越吃越健康嘞，怎样？然后，所以就是在这条路上就走的很多冤枉路，然后也很卷啊，什么的方法啊，那些都有试过，就是因为。量身的时候，以前拍照片不能这样修图的嘛，你多胖你就是那个样子，对，所以就是要你的团员遮你呀，然后你的裤子的 size、衣服的 size， 然后你的量身就这样一个一个排队量的嘛，写谁，然后谁的腰几寸什么，有时候会去看了，没有人要比较那个时候，但是你一看了，又是我最肥。你那时候会不会产生一种很抗拒，然后很叛逆，然后就觉得我这样子有错吗？或者是就是觉得更加的想要我不理，我就是要跟你们唱反调那种感觉？没有得唱反调，我希望自己也没因为我是从瘦到胖嘛，所以我知道我自己瘦是好看的，然后那个时候的胖其实我现在看回其实也没有到很胖而已啦，就是自己内心上面的一个调整期吧，就觉得然后那时候又没有讲说营养餐怎么吃啦，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教育说你的身材比例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正常的。然后就是会随意的就是抓一个目标，比如讲说我要像蔡依林这样瘦，
然后如果我不达标就是我的错。对，而且当你听到一些别人可能他们会说，我甚至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报道或者什么的，就觉得哎呀，他小时候就是小小只的跟你小时候比，那正常啊，这真的蛮痛苦的。我小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嘛，所以一定是跟小时候比的吧？你跟小时候比也很不公平吧？小时候谁的体重不轻？对吗？谁叫你是目前你是艺人，你就准备就是出去要被人家指指点点，一定要。所以你有这样子的心理准备你在那个年龄就已经有？没有准备的啦，就是应战罢了咯，来啊就这样哦，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罢了咯，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你这样子讲的话，我突然间觉得是不是以前的人不是抗压以前那个年代抗压能力会比较高，没有这样玻璃心哦。以前我们都是那种被骂长大，我们拍戏导演发脾气骂人或者是拍 MV 还是怎么样，我们也不敢多说什么。那个年代可能那个时候的大人也没有太过overprotect 我们，让我们自己去经历，我觉得反而成长更快。如果你太过 overprotect 你的小孩的话，当然也是要看状况了 OK，overprotect 的话反而你的小孩成长会很慢，然后他会很玻璃心。我没有埋怨我的过去，我觉得还挺美好的，因为这个经历是挺特别的。所以到20多岁的时候其实很多快乐的回忆的，因为都是在团里面，然后大家都是一个团体，我们一起去工作，一起面对困难，总之一起做很多事情就是不会是孤单一个人，然后什么东西都要一个人面对，这样没有的，就可以大家一起分担，就不会自己回家可能还要在那边反省我今天上节目又讲错了什么话，然后没有人帮我 cover， 然后就上节目我想我累了，我嘴巴酸了，等下你讲就是会有这种 take turn， 就是维持多久维持多久 M-Girls 我们有从4个人变3个人，3个人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最艰辛的，因为那个时候19、20岁的我们也有去中国发展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然后又有很多的活动，我觉得那个时候那几年的 M-Girls 是最扎实的，然后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很成熟啦，然后反正那时候的娱乐圈其实也在做一个转变，就是我们从实体专辑然后慢慢走向网络的时候，然后你一个团体，然后你要核心，然后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长大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方向，对大家的想法，当大家的想法不同的时候 click 不到的时候，这样就代表是时候我们 try to 去单飞but 没有解散，我们 try to 去单飞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你个人发展单飞过后，你时间到了你再合一起的话，我觉得那个凝聚力会更加的强大。可是应该也会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原本你在这么多年以来你就是大家一起一体的感觉，你现在要重新回到自己身上，要抓回自己自身的重点，其实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很大的转折点。我记得是2017年，那时候我30岁，那时候刚刚女团刚刚跟公司结束合约，然后我们想说我们自己自立门户，我们自己做，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一直在发新年专辑新年歌嘛，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不对劲，因为做什么我都会被激怒无端端。就是你很容易被别人激怒，对，可能无形的讲，就是你的头发有点乱，然后我就会好像有一点 something like 更年期这样，就是会点到我的火。不然就是说你的 okay 衣服可以不可以穿好来一点，你就觉得怎样我现在是很不 OK 吗？对，我就是这个状态。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会这么容易被激怒？有啊，就是因为到瓶颈了咯，就是做一件事情已经到了瓶颈，然后你不知道你做这个东西是为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决定就是2016年做完最后一张跟他们团队的一张贺岁专辑之后，我就退下来3年。我调整自己的心态，重新出发修整，然后包括我的体型，我暂时不要减肥，然后就 let it go。给自己一个 holiday。 我发现原来我没有 holiday 过的你们做工可以拿 holiday就是可以去旅行我没有的有时候甚至不舒服的还是要表演。对，我没有过 holiday难怪我这样变态了那时候用变态来形容。没有啦，难怪那时候我会这么暴躁，然后这么爆发，所以我就去跟自己和解。我好奇了，30岁你会不会其实自己没有
很认真的看过自己的内心，就是从以前出道到2017年你说的那个转捩点的时候，对，是没有的，是完全没有去察觉自己心理上的变化还是怎么样？没有，完全没有。为什么？没有时间啊，而且也不会啊，你哪里会？也没有人跟你聊过？没有没有没有，自从我转换了宗教信仰开始，才发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的人生的转折点，信仰真的给了我很大很大很大的改变，就刚好就是在30岁这一年。呀！我不是在30岁的时候转信仰，27岁的时候开始转，然后那时候就慢慢发现，哦，原来我这个问题，哦，原来怎么样，然后尝试跟自己和解啦，这些有很多以前的一些旧的伤害，你要讲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会慢慢去调整、看开，跟自己和解。我知道了，其实好像可能你刚才说的，你以前在懵懵懂懂的年龄，可能就是也不会什么反抗或者是叛逆，但是有些东西是累积的。对，你在我们这边画一横，你可能不觉得有东西，但你画了很多横，它真的是有一个数量在那里。对，就很满。所以你就是在这个27到30岁的时候，它越累积越多，你就发现了。对，然后你就知道，我那个代志大条了啊，我需要一个 holiday， 我要一个 break 来调整我自己。Yes，这个 holiday 有帮助到你吗？帮助非常大。就是完全的调整好我的心态，然后在2019年我再重新出发。我记得好像你有一段期间蛮抗拒大家一直只是讲我唱新年歌，我觉得我被瞧不起。为什么会瞧不起？因为其实真的有一帮唱流行歌的人，就觉得唱新年歌人是很 low 的人。你知道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因为被你们影响的，我希望我可以出新年专辑。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没有，真的。所以我现在每一年就可以参与电视台的那个唱新年歌，虽然不一定每一首都是我唱得到的那个歌，但是我都觉得很开心。对，这个东西是很开心的。但是你从小本来就拥有，本来就做这大的，你的心态又不一样的。然后当你在成长时期、少女时期，我们要迈向流行音乐的这一块的时候，有时候你懂的，有什么歌就是讲这班唱新年歌的比较 low 的，不能上这种舞台。我唱新年歌我赚钱比你多可是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的身价还是抬高嘛，很多那种 agent 啊，其实有时候话传到我们的耳里，我们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咯。然后我就会自己在那边卷咯，你懂吗？就觉得被看不起啊，然后比较 low 啊，我要 prove something 啊，我要 do something 啊，这样子过程。你那个要 prove 自己，要 do something 给大家看的，你有没有还记得自己做过什么很强逼自己去做的事情？没有强逼自己，就是我我狠狠的 stop 了3年，我没有出新年歌。OK， 其实是不习惯的，好像你每天早上刷牙，然后突然间3天你不刷牙，就很奇怪啊。你搞不好因为你已经唱惯了，你搞不好就是 music in the head 都是新年歌。就觉得这个东西从我的骨髓里面就本来就应该拥有，但是我就用那3年的时间来调整我的心态，就觉得这个东西，万一如果今天在新年这个领域我没有站上高峰了呢？我已经退下来了，怎么办？有人超越你了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是从这边比较内心上的调整去做辅导，然后调整，然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受自己。原来跟流量的比起来，我不是 somebody， 我还在流量上我还要努力。这些就是这些一点的小小的点，就是去再好好的建立自己。然后那个时候不是很光荣了 holiday 了的咩？然后我真的胖了10公斤。有，我在街坊我也听到你说，怎么办？很难呢，减咯。然后那时候公司很衰了，很帮我接一个代言，那个什么 Banas 裤那个热裤暴汗裤，就代要减肥咯。OK 啦，也好啦，也代减肥，然后也是有成绩，然后那个时候减肥的心态又比较不一样了，比较不像跟别人赌气了，就一般啦，还是有一点点赌这样子的，我要赢，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赢比较重要。年轻嘛，年轻气盛年轻，然后就是那时候有瘦下来，然后那时候有发了 EP， 那张 EP 叫蕊内，然后里面有3首歌，而且那个时候我很有骨气的去到中国的北京跟上海
做媒体发布会，跟去上他们的电台、电视台、网络电视台，厉害耶！算很厉害的，真的。我觉得真的很勇敢。如果现在的我的话，我会考量，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团队只有4个女孩子，我阿 Jessa， 我的化妆师跟一个当时候的 PA。我们4个人，然后在微博就是有一个现在已经是朋友了，他是好人 ，OK， 他就 inbox 我说，你可以来这里宣传哦，我是这里的什么什么，我直接就 on 他，然后我们也有心理准备，就是去到那边，如果发现他不对劲，就马上插不，yes， 直接插不了。可是会不会不小心被骗掉钱啊？那个时候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啊，没有那个时候有一些好像我们的马币转不去人民币，他还帮我垫这些呢，就是我真的遇到好人，然后就有参加一个颁奖典礼，他们还颁奖给我嘞，一般奖项都是要买的嘛，然后就是我觉得上帝对我蛮好的，我的回忆跟经历，我就觉得我自己顺了，就觉得我有去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even 到现在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啊，你有去过中国啊，你有什么什么？不，我已经不在乎了，因为我已经过了那时候，我真的有自己去达标了。我达标了，我就觉得OK， 我没有对不起自己，我不是坐在家里空想，我什么都不做，我是有 take action 去做了，结局如何，结果如何，it's OK。以前在年轻一点的时候，你可能真是做了，我为了是要证明一些什么东西。对，那时候是为了要证明。就是在30几的时候，就4个女生，就是你们4个一起胆粗粗的去闯。那个时候真的是为了我要做而做。对对对，就这个就是10几、20和30的转变。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不只唱新年歌吧，我还唱流行歌，我唱流行歌是很好听。可是还是在意这一点。对，但是现在我已经看开，就是也要 appreciate， 就是那一段时间经历过了之后，过了3年，我再重新出发，就是重新再用贺岁女王的这个身份去踏入新年的这一块。我觉得这个不一样过程的真的是，其实你真的要很好的谢谢自己，包容自己的一切。因为你想一下，你一开始啊，本来 OK， 本来小小的雪晶是很喜欢唱歌，然后到中间的时候，突然间觉得我讨厌自己这样的身份，然后后来又是你跌到满身伤啊，想要哇，我就是要跟你们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把自己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再自己疗愈自己，然后自己包容自己，再接纳自己，我就是贺岁女王 ，yes。Yes， 因为大家这个过程其实感觉好像没什么，但是真的内心的那个变化是不容易的。现在接受外来的一些攻击，我会比较坦然，就是一笑而过。当然，你做什么人家都会攻击你的嘛，就是贺岁女王凭什么？你现在流量这样差，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人他们会去酸你。但是我觉得也好啊，就至少你看到我，然后有机会给你酸我咯。真的心态很重要对，至少你看到我你看到我的，原来嗨，谢谢你看到我。就是现在的年代，我都可以讲我自己很红的嘛，反正我的 follower 有2000个，我就可以很红了。你真的很红的，你是家喻户晓，你知道吗？不一样啦，我是从销量年代走到流量年代的。要说到如果撇开以前的过去啦，在现在流量的年代来说，我还要继续努力啦。OK，不过讲真的，你刚才讲的那个台的，真的是每一年新年，如果你没有出新年歌，大家都会觉得，那谁没有出咩？这样子就会讲，雪晶没有出咩？我跟你讲，我这3年，其实这件事情可以证明你的重要性。我这3年有一点失败，我没有出，可是大家都觉得我有在。为什么？不知道。我知道了，大家会听回你以前的。是不是？对，然后我有出席一些新春的活动然后大家就讲他应该是来推广新年歌的。对，我有出席新春的活动就是线下的一些活动我还是有参与，然后我就是以比较不同的身份，那3年我的体验真的是很不一样，原来没有自己的作品可以很 free 的去这边去那边的可是那时候你不会觉得心里空虚，就觉得怎么办？我真的可以不要出来没有还好，只是第1年的时候，那时候2017年我的女团3个还有他们自己有发一张嘛，就会有一点不拉萨，然后坐在车这样，就讲没有我的份，没有我，然后这边 emo 的又在卷，会不习惯的，就很像我讲刷牙的那个原理这样，你忽然间不刷牙了，我就
这样奇怪的，然后就去调整了，调整，其实也挺好的呀。听别人的你在这个期间啊，你不可能自己消化所有东西吧？你应该会跟身边可能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教会的朋友，然后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去欣赏别人的歌。以前你不欣赏别人的歌吗？我先觉得我就是最厉害的了。真的吗？真的，因为以前我们真是销量很好啊。那也是。然后一般 DJ 出来唱新年歌，就觉得哇，就那种I know 了啦。然后因为你刚才有讲到吗？有一般流行的会觉得你新年歌的吗？现在你就新年歌，你就讲你干嘛来唱新年歌？那讲的人他自己也唱啊，他们自己也唱， okay, 所以我就会那种，哎呀，小朋友嘛，就是很多东西看不开的嘛。其实大人有时候讲了，很快就会过去了，没错。但是小朋友才会去纠结讲，你讲过这个东西，你觉得很 low 很 cheap 的，我现在你又做，这样你算什么？你很 cheap 然后他又 act 啦，像我自己好像很高级这样，it's okay 这样子。谁？哎呀，我们不要改名字，没有啦，我现在也是这样的 ，OK 没有，那时候看见自己的骄傲咯。有时候你会有这种念头出来的时候，当你觉得你自己最厉害的时候，你就是失败的开始，你就是开始跌下来的那一刻，因为你已经目中无人了，你到这里了在你上面很多人都很努力，作品做得很好，然后他们的作品会打动别人，这个是我们没有安静下来去欣赏别人的。所以在那3年里面，我 try to 安静自己，然后去欣赏很多人的作品，然后我才得到很多很多的 impact， 就原来是这样啊，我是井底之蛙。谁影响你最大？你觉得？没有谁，我自己在治愈自己。OK， 我音乐方面呢，如果是说突然间觉得它很感染我啊什么的，应该就是教会的音乐了，跟那边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对我说的一些话啦，还有他们因为他们是外人，他们是局外人，他们看我看得很清楚，然后当他们在跟我说我的问题我应该要怎么样的时候，我是有了一段的挣扎，然后最后我还是谢谢他们啦，因为他们一直在帮助我，所以就是他们也挺重要在那一段时期。然后其实也是他们 inspire 我说，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到你需要一个 holiday？ 那时候我才发现到原来我没有 holiday 过的我。所以那3年过后回来的王雪晶，你觉得最不一样的一点是什么？心态，反而就是把自己放得很松，就是比较有松弛感的自己。当你是什么年龄，你应该要做 daily 你的年龄的事情，不要去勉强跟做一些老过自己的，又或者是小过自己的一些事情，要去取舍跟衡量你做这件事情之后会不会影响你以后做的发的一些目标啊。对，有时候可能为了赚钱啊，可能你会去做一些你自己本身就不是很认同的一些事情，然后有一些时候你要向现实低头的你要去衡量你要挣扎很久，你可以这样吗？可以那样吗？你要先想你做了之后的后果是什么，你有没有这个力量跟能力去承担这个后果。如果你没有的话，这样你不要做，你要忍耐，你要忍住过了，这样你就升级了。那我现在也是在这个阶段当中，就是得与失我要去衡量。这样我又好奇了，其实你以前已经完成很多事情了，你还会有很多的想要完成或者是欲望吗？还有什么遗憾？就是我还没有开过一场个人的售票演唱会。好像是还没有，因为我的歌其实不够多。OK， 歌200多首很多啦，我唱过啦，但是都是儿歌啊、新年歌啊、M Girls 的流行歌啊，但是我自己的作品呢，其实挺少的。其实无所谓，你知道吗？如果你开一场那个演唱会，真的会唱回这些歌我会去听真的，因为对我来讲那真的是一个回忆，而且很特别，很特别。你要怎样把一个民谣或者是小时候唱歌变成好像有现在的一点感觉，很难的嘞。我觉得应该没有一个人可以突破我啦，因为没有人除了4000金以外 OK， 那个是另当别论。到现在了，如果你要开一场售票的演唱会，有谁的演唱会会唱儿歌？除了我以外
真的哎，我以所以很特别嘞前以前刚刚想的时候，会觉得很丢脸，怎么那些流行歌手他们都唱的歌这么好听，而我还是停留在儿歌。但是我现在已经是那种有谁可以唱儿歌，我厉害一下我可以把两只老虎变成 jazz 的嘞。开什么玩笑？地上真的啊？对啊，而且你知道吗？我卖的演唱会票，小孩子0岁到90岁都可以来听的嘞。对，就很多元化，所以现在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做一场售票演唱会，就等着一些时机到，等着东风啊，那个风还没有吹过来，吹来就 on 了。所以我要一直讲，然后我要一直讲说，我要办演唱会，我要办演唱会，我希望真的可以办到一场售票的演唱会。那你自己希望你是怎样的一个规模的演唱会？你自己有想象过？有啊一定有的。有哪里啊？布格加勒。之前有想过布吉加勒，可是太大了，自己又怕自己又推2步这样。想象吗？我的人有梦最美。当然，最终的一定是去最多人的那种啦。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要慢慢来咯，慢慢来，从比较小，可能2000人，2000人开始，绝对可以啦。 2000人应该 OK 的，应该 OK 的，真的。因为我没有做过，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很特别，我觉得好难哦。出道30年，你竟然就是缺了这一个。对，但是你又是这么多人的前辈。我还有一点就是又很好奇，就是你知道做这么多人的前辈，而且是出道这么多年，会不会经验也会成为自己的一个绊脚石？在某一些情况下，有没有？不会啊，你可以扮笨的嘛。有时候你会，可是你未必要显示出来你会啊。有时候你要大气一点，把机会让给别人，不要整天自己排第一，要懂得向前推后。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前辈的一个度量必须要有的啦，因为真的有一些前辈就拿着麦就不放的那种，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我不想要做这样子的前辈，我希望就是我应该要向前的时候，我就向前。可是我应该把机会让给别人的时候，我就要推别人向前，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不错呀，你不可能永远排第一的嘛，你一定有时候会排中间，排最后。你会再多30年的，你知道吗？真的，你这样的心态真的可以让你再继续走一个30年没有问题。从高峰走下低潮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然后你走向低潮了之后，你要再慢慢走向高峰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这一个在慢慢走向高峰的阶段，就是努力啦 OK， 股票这样子的嘛。高峰我去过几个高峰我去过，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是在低潮的高一点点中间啦。我希望就是自己可以慢慢的再往高峰去。因为我有时候抬头看那些正在享受高峰的人，他们承受的压力，现在的我承受到嘛？好像以前的我真的很高峰，但是我没有人生自由的，真的没有自由的，所以我还可以 handle 到那种我出去喝个茶也要画到像鸟这样，你都懂的啦。我私下不喜欢化妆了啦，我画2条眉毛已经很客气啊。你现在可以做回自己吗？可以啊，我不用画到像鸟这样啊。可以啦，我还是坚持做回我自己啊，有画一点啦，是因为老了，是要画一点，还好啦，因为我没有化妆，我其实也是很尴尬的。然后就可能我有看一些阿迪哥啊，他们讲怎么成为精致的女人，我常常看的。你觉得精致的王雪晶是怎样的？精致的王雪晶，你有定义过吗？因为每个人的精致不一样的。没有我觉得活得很快乐就很精致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你活得很快乐，这样你就有很多 positive 的 energy 去让你继续的向前。如果你一直很卷，我有过这样子一直很卷，我觉得什么都不会，然后我公司的同事的工作我也想包来做，就想一个人承担做到完。为什么？我想要自己做到，我不信任别人我觉得别人做总是差一点点，这种完美主义完美主义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这样旁边人也会觉得辛苦如果会啊，所以我感觉常常那个时候就吵架，好像你要岗位，我有岗位，你不会做我的东西，并不代表也不证明说你是失败的人。你叫我上台唱歌，我是不会的。我讲上台唱歌这样容易的东西，通街的人都会啦，上去拿个麦唱个歌罢了嘛。我觉得是一个很 common sense 的东西，原来有人不会的，我是真的有人不会，因为我的环境都是会的人，都会觉得你唱歌不了嘛，跳舞不了嘛，然后就是原来有不会的人的。你这样子讲，我突然间想到现在这个社会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大家都要变得很强。
就是急着自己什么都要会，18般武艺。除了budget的问题啊，除了budget的问题不要讲，但是会不会把自己搞得太累太难开心起来？会啊，可是请接受人无完人，你不会也是很正常的，你只要抱着一个我肯学习的心就 OK 了，对吗？对啊，不然这好难快乐哦。对啊，快乐不起来。可能有一些人的快乐点就是建筑在我成功突破这件事情，我成功解锁，我会这个事情。可能有些人是这样嘞，所以有些人一直读书读不完的。有些人就是好的东西是真的是可以追求，但是也不用太 over，因为永远追不完，真的。OK， 现在回来到我另外一个想问的问题了，有你一起最后一幕，就是你在看着那个会回忆的那个镜子嘛，然后你走进去，那个是相框啊，对，那个是门。所以它不是镜子，它是一扇门。OK， 它是一扇门。你最后你有踩进去吗？对，那个意思是什么？有你一起这首歌是告别30年前的自己，然后那一扇门就是 The New Start。Yes， 整首歌想要带出来的最大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回顾啊，看以前过去怎样啊，都是反正它都已经过去了，就是带着满满的感恩，然后就是看过去，然后我还要继续向前走的。So 那一扇门就是我的未来，我的31年。32年、38年、40年呀，那一扇门就是通往未来。这样你对你自己，就是通往未来的自己，有什么期许？期许啊，我真的希望自己可以在国外发展，一直长期在国外发展。我不想待在马来西亚，其实我觉得我在马来西亚已经，除非我转做 YouTuber 了，除非是这样而已。为什么不可以啊？不想啊！如果我要做 YouTuber 的话，我2014年早就做了咯。所以我不想做这个东西，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更强大，然后就是可以去到国外，就是一直常住在那边，然后在那边发展。从低做起，其实我也不介意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东西都是要从低做起才扎实。为什么你的勇气可以这么薄的？你知道？你让我觉得我自己很惭愧，我就会觉得我出道少你这么多年，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了吧，然后我还有什么东西要继续再加强的，然后可是我的勇气真的是好像有时候会漏掉啊，就是一个气球会泄气，但是我看你就是很坚持，然后那个勇气好像是源源不绝的。我遇到很多失败，我一直在学习失败啊，就是其实我的人生一直在学习怎么去面对我的失败，就从我的瘦身的经历开始，我就一直在面对失败，然后又成功，然后又失败很久，然后成功一下，所以在这一个过程中让我影响到了其实我的思想，还有我对我的未来的盼望展望，我有这个勇气去面对很多事情。因为其实很多人过不去那个坎，是接受不到自己失败的结果而已，大不了就给人家笑咯，给人家讲咯，讲了过后怎样，人家日子嘛是可以过，然后你继续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那一般讲你的人嘛是在你的前面讲哇你很棒啊，其实讲你很棒的人，他们也是在背后踩你的人，同一班人来的，是不是？你只要看开这一点，这样你就很快乐了。真的共勉之啊，各位，真的。OK， 那一般上呢，就在我的陈慧甜妈这个 podcast 呢，最后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总结。就如果你的这30年是一颗橙的话，你觉得它是什么味道，什么样的样子？橙是一粒的嘛，哈，我的一般是熟了的，但是还没有烂，一般还没有熟，等待着熟。我是这一个橙。然后我已经过到30年了嘛，就是熟了咯，但是就很完美，还是 freeze 着了。然后另外一半就等待着熟的一粒橙咯，还是绿色啦。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啊，没有想过啊？我没有橙是一般的吗？对，可是我没有想到它是可以一半是熟完了，一半继续啊。不同的人不同的脑想不同的事情，真的很不错。我真的觉得这总结很不错，所以我祝福雪晶，就是接下来真的可以如你所愿，先办了一场演唱会，然后在外国发展。
加油！谢谢，记得去听他的歌，有你一起，I got you，谢谢雪晶，谢谢 Orange。